你是不是也觉得糖尿病就是糖吃太多的结果？认为欧洲人3餐都离不开面包，糖尿病发生率一定很高，甚至以为控制血糖只要少吃主食、少吃碳水就行了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是，那么接下来这几分钟，请务必集中精神，因为一个可能让你大吃一惊的真相是，糖尿病的关键远不只是吃了多少糖，而是身体如何处理这些糖。欧洲人酷爱面包，却糖尿病率较低的现象，正透露出被我们忽略的健康秘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将彻底颠覆你的既有认知，带你深入探索这背后的4大原因。而在影片的后半段，我还会分享6种被称为高血糖克星的超级食物给你知道。只要将它们融入每天的饮食中，坚持换着吃，想让你的血糖飙高都比登天还难。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在进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现在就请先按下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免错过任何实用的健康知识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，也对血糖问题深有同感，请在留言区打上1。如果您或家人正为血糖烦恼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经验或提问，我会尽力一一回复。原因1，面包种类大不同，升糖影响天差地别。当我们讨论面包与糖尿病的关系时，绝对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直接把所有面包都标签为血糖杀手。事实上，面包有成千上万种，不同种类的面包对血糖的影响大不相同。欧洲人日常吃的面包主要以全麦面包、黑麦面包以及天然酵母发酵的酸种面包为主流。简单来说，他们热爱的是那些粗糙一点、带点嚼劲和酸味的传统面包，而这些朴实的面包其实正是血糖的稳定器。它们的升糖指数 GI 普遍比较低。以全麦面包为例，它在制作时保留了小麦的麸皮和胚芽，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吃下去后，当中的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小卫士，能减缓肠胃对淀粉的消化速度，让碳水化合物慢慢分解成葡萄糖释放到血液中。如此一来，血糖上升的过程犹如缓缓爬坡，平稳而缓慢，不会一下子冲到高峰。再来看看欧洲的酸种发酵面包，在漫长的天然发酵过程中，面团里的有益菌会产生各种有机酸，这些有机酸就像一个个小调节器，能和面包中的淀粉亲密结合，进一步延缓淀粉被消化酶分解的速度。想象一下，吃了传统酸面包之后，你体内的血糖不会像洪水猛兽般瞬间暴冲，而是如细水长流般慢慢上升，给胰岛素充足的时间来应对。难怪许多营养专家都说，天然发酵的欧洲面包对血糖比较友善。反观许多亚洲国家常见的面包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许多亚洲人爱吃的面包，其实属于精致白面包的范畴，使用经高度精致的白面粉，加上大量的糖、奶油，甚至人工添加物，快速发酵制作而成。这类软绵香甜的面包，虽然口感诱人，营养却所剩无几。麦子的麸皮、纤维早被去除殆尽，只剩下几乎纯净的淀粉和糖。一旦吃下肚，消化吸收的速度快得惊人，血糖就像坐上喷射火箭，唰地一下直冲云霄，来个大飙升，犹如过山车般刺激。然而这种剧烈的血糖过山车对健康极为不利，反复的血糖骤升骤降，正是不少第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衰退的诱因。长期吃这类高 GI 精致面包，无异于在我们体内埋下一颗颗定时引爆的血糖炸弹。小结一下，欧洲人不是不吃碳水，而是聪明地选择了好碳水，富含纤维的全谷面包，天然发酵的酸种面包，让他们既能满足对面包的热爱，又不至于让血糖暴走。这就是第一个关键，面包并非洪水猛兽，选对种类很重要。相反地，如果我们餐餐都吃松软香甜的白面包、奶油吐司，那血糖想不飙高都难。原因2，饮食搭配均衡，面包从不是单独主角。欧洲人的饮食习惯堪称黄金搭配术。对许多欧洲人来说，面包虽是主食，却从来不是孤零零的单一主角，而是和各种营养丰富的食材一起组合。
搭配出均衡的一餐。在欧洲街头的小餐馆，你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份营养丰富又赏心悦目的餐点端上桌，一片烤得酥香的全麦面包，涂上一层绵密的牛油果泥，上面再铺几片油亮诱人的烟熏鲑鱼，旁边配着一小盘色彩缤纷的新鲜沙拉。试想咬下一口，麦香、酪梨的浓醇、鲑鱼的鲜美、蔬菜的爽脆，在口中交织出绝妙风味。对健康而言，这样的组合同样精彩，因为面包搭配了丰富的蛋白质、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，组成了一支维稳血糖的梦幻队伍。蛋白质和脂肪就像两个贴身小助手，在胃里帮忙拖住面包的消化速度，让碳水化合物的释放节奏变得温和而平顺。有了他们的协助，餐后血糖就不会猛然蹿升，而是稳稳当当地上扬。反观我们亚洲人的典型一餐，常常在均衡两字上失了分。传统饮食中，许多人习惯一大碗白饭或白面搭配几样菜肴了事，但现代生活中更常见的是满满一盘精致淀粉、白饭、白面，甚至含糖面包，配上用大量糖酱调味的菜肴，外加一杯甜滋滋的手摇饮或汽水。这样的组合，碳水和糖分含量高得惊人。相较于欧洲人的精致搭配，这种餐食就像给血糖办了一场疯狂派对，摄取的糖分和淀粉一窝蜂涌入体内，血糖飙升几乎是板上钉钉。长此以往，胰岛素哪招架得住？难怪亚洲国家的糖尿病患者那么多。不仅如此，食材的原型概念也是欧洲饮食的一大特色。所谓原型食物，就是指未经高度加工、保留天然状态的食材。欧洲人特别重视食材的新鲜与天然，他们清晨逛市场，挑选的多是一些贴近原始风貌的健康食材，晶莹欲滴的各色蔬菜，饱满多汁的水果，各种未经调味的坚果，以及散发着香气的初榨橄榄油。这些天然食物就像一个个健康小卫兵，富含抗氧化物质、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，为身体提供均衡营养的同时，也帮助稳定血糖。抗氧化物可以对抗体内有害的自由基，减轻慢性发炎；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，延缓葡萄糖吸收。健康的不饱和脂肪则有助于维持细胞功能和心血管健康。相比之下，在许多亚洲城市，高度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常见，占据了我们餐桌的半壁江山。走在街头，到处可见诱人的甜品店，橱窗里摆满了含糖量爆表的精致糕点。便利商店的架上是一瓶瓶色彩缤纷的含糖饮料。忙碌的上班族常常三餐靠速食炸鸡、汉堡、泡面解决。这些超加工食品营养密度极低，却蕴含过多的糖、盐和不健康油脂。吃多了不仅让人发胖，还会在体内引发慢性发炎。可以说，过度精致的饮食就像在身体里埋下了一连串炎症炸弹，一步步削弱胰岛素的作用效能，让胰岛素抵抗找上门。久而久之，糖尿病风险也跟着水涨船高。看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明白第二个原因，欧洲人的低糖尿病发生率离不开他们均衡多元的饮食搭配。面包并非罪魁祸首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吃，跟什么一起吃。如果我们学会像欧洲人那样，让餐盘变得五颜六色、营养丰富，用全谷物搭配优质蛋白、好油脂和蔬菜，血糖自然比较听话，不会乱跳舞。原因3，生活方式差异。餐后活动和作息习惯是隐形法宝，除了吃什么、怎么吃、怎么动、怎么休息，也是糖尿病风险的关键因素。我们常说餐后走一走，活到99，这句话在欧洲可谓深入人心。漫步欧洲的街头巷尾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随处可见悠闲步行的人们。法国人喜欢饭后沿着塞纳河漫步，欣赏河水波光和两岸古老建筑。意大利人习惯在黄昏时分漫步广场，和邻居聊聊天。西班牙人也有饭后出门溜达的传统，全家扶老携幼散步成为日常风景。对他们来说，饭后走一走就像刷牙洗脸一样自然。别小看这简单的散步习惯，它对血糖控制有着不可思议的作用。当我们吃完饭，血液中的葡萄糖开始上升，此时进行适量活动，比如散步，我们全身的肌肉就会像海绵一样吸收，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，
把它们转化成能量。一顿饭后，哪怕只是悠闲步行15到30分钟，都能有效降低餐后血糖高峰，减轻胰岛素的负担。除了爱走路，欧洲人的作息时间相对规律，也有利于健康。在欧洲多数国家，人们的一日三餐时间比较固定，很少随意乱吃或暴饮暴食，特别是晚餐，他们通常吃得较早、较适量，给身体留出充足的时间消化代谢。想象一下，傍晚6、7点吃完晚餐，经过3、4个小时食物消化，到了夜里入睡时，肠胃已经卸下大半负担，血糖和胰岛素也渐渐回到平稳状态。如此一来，整夜的睡眠对身体就是休养生息的恢复。而在我们许多亚洲地区，宵夜文化可谓蔚为风潮，深夜的街头巷尾灯火通明，烧烤摊、盐酥鸡、小炒摊热闹非凡。很多人晚上10点、11点甚至更晚，仍大啖高油、高盐、高碳水的小吃，什么炸鸡排、炒面、甜汤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但你想过吗？当深夜本应休息的肠胃不得不加班加点工作，胰岛素也被逼着时时出动去降低血糖，长此以往，身体的糖代谢节律被打乱，胰岛细胞疲于奔命，久而久之，调节血糖的能力就会下降。研究显示，经常熬夜和夜间进食，与更高的胰岛素抵抗和第二天更高的血糖水平密切相关。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自然让糖尿病更容易找上门。所以第3个原因很明显了，欧洲人较低的糖尿病发病率与他们爱活动、重规律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。反之，如果我们长时间过着缺乏运动、3餐无序、宵夜不断的日子，再健康的体质也经不起消耗。好消息是，改变永远不嫌晚。从今天开始，养成饭后散步的好习惯，哪怕一开始只能走10分钟都没关系，尽量规律作息，避免深夜进食。这些生活方式的小改变，往往就是守护血糖的大关键。原因是基因与适应力差异，但后天努力更重要。最后，我们来聊聊基因。没错，先天体质的确在糖尿病发病率中扮演一定角色。科学家发现，不同族群对高碳水饮食的适应力可能有所不同。一般而言，欧洲人世世代代以面包、马铃薯等碳水为主食，已经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。他们的身体就像经过长期训练的老司机，对于高碳水、高热量的饮食模式比较能适应，胰岛素敏感性相对较高。可以打个比方，假设人的代谢系统像一部引擎，欧洲人这部引擎已经在高碳水的高速公路上驰骋了好几百年，该踩油门时能踩，该刹车时也刹得住，所以运转效率较高。那亚洲人呢？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其实饮食相对清淡，甚至经历过饥荒和粮食匮乏的年代。传统亚洲饮食虽然主食也是谷物，比如白米，但往往辅以大量蔬菜、豆类，油脂和糖分的摄取都比较少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代谢引擎很长一段时间都习惯在慢车道上行驶，对突然的大量精制糖含高热量并没有那么高的耐受度。但近几十年来，全球化让西式饮食迅速侵入亚洲，甜点、可乐、炸鸡、披萨、高糖、高脂、高热量的饮食一下子变得俯拾即是。我们的身体犹如那辆原本在小路上平稳行驶的旧车，忽然被轰上一条车流湍急的高速公路，又载满了超重的行李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开没多久就不堪重负，毛病百出。亚洲各国糖尿病病例在近几十年呈现爆炸式增长，就是因为基因适应性远远追不上生活方式转变的速度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感到有些沮丧，难道我们亚洲人基因没欧洲人好，就注定更容易得糖尿病吗？先别急着灰心，我要强调的是，基因影响虽然存在，但绝不是决定因素。遗传体质好的人，如果恣意挥霍健康，常年暴饮暴食，肥胖缺运动，一样可能早早罹患糖尿病。相反，就算先天对高糖饮食耐受性差，只要我们后天努力，持之以恒地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一样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风险。其实你可以把基因看作是手里的一副牌，有的人拿到的是顺风牌，有的人是逆风牌，但最后能否赢牌，重点在于你怎么出牌。只要策略用对了，
一手平平的牌也能打出漂亮的胜仗。对我们而言，正确的策略就是前面提到的均衡的饮食、充足的活动、适当的体重控制，多吃全谷杂粮、优质蛋白和好油脂，少吃精制糖和加工食品，饭后动一动，别让血糖一直滞留在血液，维持腰围和体重在标准范围，不给胰岛素添乱，把这些做到位，就算先天不是耐糖体质，我们一样可以把血糖管理得妥妥当当，把糖尿病挡在门外。总结一下上半部分的重点，欧洲人酷爱面包，但糖尿病率低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有什么超能力，而是在于他们的食物选择、饮食搭配、生活习惯都更有利于血糖稳定。我们亚洲人如果能从中借鉴，挑选升糖慢的好碳水、均衡营养的吃法，加上规律运动和作息，一样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的威胁。换句话说，糖尿病并不是命中注定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预防。讲完了原理和道理，你可能会想知道更具体的做法。别急，接下来我就要揭晓6种被誉为高血糖克星的食物，帮助大家在日常饮食中轻松稳定血糖。这些食物可都是营养师们的宠儿，一旦成为餐桌上的常客，你会发现控制血糖事半功倍，甚至于血糖想升高都变得难如登天。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认识它们吧。第一种食物，燕麦。燕麦可说是糖友们的最佳早餐之一，被许多人称为天然的稳糖高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燕麦富含一种非常重要的水溶性膳食纤维，叫做贝塔葡聚糖。这种纤维在肠道中会形成凝胶状，有效延缓葡萄糖的吸收，从而降低餐后血糖峰值。不仅如此，贝塔葡聚糖还能帮助降低胆固醇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对预防代谢症候群大有益处。除了葡聚糖，燕麦中还含有一类植物化合物，叫皂苷，也称皂素。研究发现，它也有助于降血糖、抗发炎，可谓默默保护着胰岛细胞。当然，燕麦本身的营养也是相当全面的，富含优质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 B 群、矿物质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，能提供长效且稳定的能量，不会像白米饭那样让血糖大起大落。要享受燕麦的好处，吃法上有几个重点。首先，一定要选择原味、未加糖的纯燕麦片或刚切燕麦，避免市面上那些充满奶精、糖粉的即时冲泡燕麦饮品。真正健康的燕麦应该只有单纯的燕麦片成分。其次，燕麦非常适合作为早餐主食，你可以用燕麦煮粥，或者直接用热水冲泡，加一点点坚果和水果作为调味。记住了，不要额外加糖或糖浆，保持原味才能发挥稳定血糖的效果。如果担心单吃燕麦味道淡，不妨搭配一些肉桂粉或豆浆一起食用，风味和营养都更升级。每天早上来一碗燕麦粥或者燕麦豆浆，你的血糖一定会感谢你。第二种食物，洋葱。没错，就是我们日常煮菜常用的那个洋葱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洋葱其貌不扬，却藏着惊人的降糖力量。洋葱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含硫有机物，学名叫做烯丙基二硫化物，也有人称之为洋葱素。这种物质能够刺激胰岛细胞分泌胰岛素，让血液中的葡萄糖更快被运送进细胞利用，从而帮助降低血糖。另外，洋葱还富含强大的抗氧化物质，例如类黄酮化合物中的胡皮素。胡皮素不仅抗氧化、抗发炎，还被研究证实对保护胰岛细胞有益处，能减轻高血糖状态下胰岛的损伤。可以说，洋葱一方面直接助攻胰岛素，另一方面在后方守护胰岛细胞，是平稳血糖的双重工程。洋葱这么好，那我们该怎么吃呢？其实方法很多样。日常炒菜时加些洋葱丝一起快炒，不仅提味，还能顺便摄取它的营养。或者把洋葱切片凉拌，做一道开胃的洋葱沙拉，甚至在三明治里夹1-2片生洋葱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生洋葱的降糖活性物质含量更高，但也更刺激。怕呛辣的人可以先将洋葱泡冷水10分钟减辣味，或改为熟食，虽然有效成分略减少，但仍然有益。总之，养成料理中经常捏几片洋葱的习惯，为健康加分的同时，
血糖也会悄悄地变得更听话。第3种食物，苦瓜。提到降血糖的食物，绝对不能错过苦瓜。苦瓜在民间被称为植物胰岛素，其实一点也不夸张。苦瓜中含有一种独特的生物碱，通称苦瓜素，其中包括苦瓜皂苷、多肽 P 等成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苦瓜素能够明显促进胰岛素分泌，同时还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葡萄糖更有效地被细胞利用。换句话说，苦瓜就像给胰岛细胞打了一剂强心针，帮助胰脏更好地执行降糖任务。不仅如此，苦瓜本身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等抗氧化营养，能提高免疫力，加上膳食纤维含量高，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，降低血脂。苦瓜虽苦，对身体却是难得的甘霖。有临床报告显示，经过科学提取的苦瓜萃取物具有显著降血糖效果。用苦瓜片治疗糖尿病患者，有效率高达约 79%。这样的数据，难怪让苦瓜坐上降糖食材中的头号交椅。如何把苦瓜融入口日常饮食呢？怕苦的人可能皱眉了。其实只要料理得当，苦瓜也能变身可口菜肴。您可以将苦瓜清炒或快炒，加点蒜蓉提香，苦味会淡一些，或者和蛋一起炒，做成家常的苦瓜炒蛋，味道清爽又下饭。爱喝汤的人可以试试苦瓜排骨汤。炖煮后的苦瓜软烂入味，汤头鲜甜又兼具苦瓜的清香，非常适合夏天养生降火。如果实在不喜欢苦瓜的味道，也有另一种方法，把新鲜苦瓜切片或榨汁泡茶喝。苦瓜茶带有淡淡的苦香，但没有菜肴那么浓重的苦味，接受度更高。每天来上一杯苦瓜茶也是一种不错的摄取方式呢。总之，苦瓜虽苦，但想到它对血糖的好处，或许就甜了你我的心。适量食用苦瓜，真的会让血糖乖乖降下来。第4种食物，绿茶。接下来要介绍的食物，其实更准确说是一种饮品，那就是东方人最熟悉的绿茶。很多人爱喝茶，却不知道绿茶里面藏着稳定血糖的秘诀武器。绿茶富含多酚类物质，尤其是茶多酚和儿茶素，这些天然化合物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的作用，同时它们还是强力的抗氧化剂，能减轻慢性发炎，保护我们胰岛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伤害。另外，绿茶中含有适量的咖啡因及茶碱，与咖啡因类似的生物碱。别小看这些物质，它们能提升胰岛素敏感度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在餐后喝一杯热茶，有助于刺激末梢组织更快地利用血液中的糖分。所以很多老人家饭后习惯泡茶喝，其实从养生角度看是颇有道理的。想用绿茶来助攻血糖控制，要注意几点。第一，不额外加糖是基本原则，喝无糖原味的清茶才能发挥健康效果。那些加了30-50糖的手摇柠檬茶、蜂蜜绿茶就免了吧，甜的再好喝也会把血糖推上去的。第二，适量饮用即可，不要为了追求效果一次灌太多茶。一般来说，每天喝2到3杯中等浓度的绿茶就很不错了，喝太浓太多反而可能因咖啡因导致心悸或影响睡眠。第三，避免空腹喝浓茶，尤其胃不太好的人，空腹喝茶容易刺激肠胃引起不适，建议在2餐之间或餐后1小时左右喝茶最佳。这么做既可以帮助消化，又能趁血糖上升时发挥降糖作用。一杯清香的热绿茶，不仅解渴提神，还能润物细无声地守护着你的血糖健康，真可谓古人赞美的清茶一杯，味淡飘香，功效不凡啊。第5种食物，坚果。说到健康零食，坚果绝对榜上有名。其实坚果不光是零食，对于控糖也是一把好手。像核桃、杏仁、腰果这些常见坚果中，蕴藏着丰富的营养精华。首先是膳食纤维，能延缓餐后血糖上升；其次是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，特别是 Omega-3 等有益脂肪，可以改善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，降低胰岛素抵抗。坚果还富含镁、铬等矿物质，这些元素对糖代谢也有帮助。此外，一些坚果含有植物固醇和抗氧化的维生素 E， 可帮助降血脂，保护血管。总体来说，适量吃坚果对糖尿病患者或血糖偏高的人非常友好，可以说是稳定血糖的多面手。不过，坚果虽好，可别贪多。
我们常说控糖也要控卡，坚果的热量可不低，大部分坚果的脂肪含量在 50% 以上，如果无节制的磕上一大包，热量爆棚反而得不偿失。所以建议每天一小把坚果足矣，大约15克到20克，差不多就是一小握的量，可以当下午肚子饿时的点心，或撒一些碎坚果在沙拉、优格上增加口感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选择原味坚果。市售很多蜂蜜杏仁、盐橘、腰果、糖衣、花生这些加工过的坚果，添加了不少糖和盐，反而对血糖和血压不利。最理想的是买生坚果自己低温烘焙，或购买无调味的坚果零食，坚持每天吃一小撮原味坚果，不仅补充好油脂，让心脏更健康，还能有效帮助平稳餐后血糖。下次想吃零食时，不妨伸手抓一把核桃杏仁吧，你的身体会感激你的明智选择。第6种食物，蒟蒻、魔芋。最后登场的是一位低调却超强的选手，蒟蒻。很多减重人士对蒟蒻并不陌生，它常被用来做低热量的面条或果冻。但你知道吗？蒟蒻之所以能降体重、控血糖，全靠它独特的营养组成。蒟蒻其实是一种根茎植物，学名魔芋，从中提取出的蒟蒻粉富含一种不可思议的膳食纤维，叫做蒲甘露聚糖，也就是蒟蒻胶。这种纤维吸水后会迅速膨胀好几倍，形成粘稠的凝胶。当我们把蒟蒻制品吃进肚子里，这些凝胶纤维在胃肠中就像一张温柔的网，把食物的消化速度拖慢，让葡萄糖缓缓的一点一滴释放到血液。如此一来，餐后血糖的上升曲线被拉长拉平，不会出现尖峰。同时，由于蒟蒻本身几乎不含可消化的碳水和热量，100克蒟蒻热量低至几十卡而已，却体积庞大，极有饱足感。吃它可以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，间接降低总碳水摄取量，也就更进一步稳定了血糖。对想控制体重的糖友来说，蒟蒻更是福音，它帮助你填饱肚子，却不会让血糖负担沉重，还能控制热量，一箭双雕。蒟蒻该怎么吃呢？如今市面上已经有很多蒟蒻制品，例如蒟蒻面条、蒟蒻米，外观像米粒，可取代部分白米煮饭，还有加点果汁做成的蒟蒻果冻等等。糖尿病友和减重者可以善用这些产品，比如煮面时用蒟蒻面替代一半的面条，既能吃得饱，又降低了碳水摄取。白米饭里掺1/3的蒟蒻米一起煮，不影响口感，却大大降低饭的升糖负荷。需要提醒的是，蒟蒻毕竟膳食纤维含量极高，吃的时候一定配足水分，以免肠道不适。另外，由于蒟蒻缺乏蛋白质和其他多数营养素，不能光靠它充饥，还是要搭配均衡的菜色。一旦用得其所，蒟蒻真的是控制血糖的超级好朋友。每天吃一点蒟蒻，你会发现血糖更稳定，体重管理也更轻松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稳定血糖的6大克星食物，它们有的提供丰富纤维，有的提高胰岛素效能，有的减缓糖分吸收，每一种都各有独到之处。如果能将这些食物巧妙融入日常三餐，再配合我们之前讲的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，相信你的血糖一定会变得平稳乖巧，糖尿病自然难以近身。最后，我还想提醒大家，控制血糖虽然重要，但千万不要走极端。有些朋友一听说碳水会升高血糖，就拼命节食，不敢吃主食，结果把自己搞得营养不良，头晕心悸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健康的控糖之道在于均衡遏制，而不是盲目偏废。同样，上面提到的降糖食物再好也不等于灵丹妙药，更不能过量摄取，任何东西过犹不及。如果因为觉得苦瓜降糖就天天吃3大根，或只吃蒟蒻不吃饭，都是不可取的。正确的做法是把这些食物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，多样搭配，循序渐进地调整饮食结构，同时还要配合医生的建议，定期监测血糖。如果您已经被医生诊断为糖尿病或有其他疾病，在调整饮食时更要谨慎，最好先咨询专业医师或营养师的意见，切勿自行过度节食或乱补偏方。从今天开始，希望大家不要再惧怕面包、米饭等碳水主食，也不要再对欧洲人为什么吃面包不胖不生病感到困惑了。我们已经找出了关键原因，
也掌握了控制血糖的秘密武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让我们像聪明的营养师一样，巧妙地选择食材，主食换成一部分全谷杂粮，烹调时多利用洋葱、苦瓜这些天然食材，每天来一杯清香的绿茶，一小把坚果，偶尔用蒟蒻取代部分精致淀粉，这些微小的改变都将一点一滴地累积成巨大的健康收益。到那时，你会发现控制血糖其实没那么难，难的是踏出改变的第一步。而现在你已经掌握了知识，剩下的就是行动。希望这支影片能对你有所启发。如果觉得有帮助，请把这份重要的健康知识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守护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健康。祝福每一位观众都能血糖稳稳，远离糖尿病的威胁，享受强健自在的人生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。